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26日星期六，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对油价返还 BC 车主的反应是什么？省政府周五宣布，从5月开始，通过 ICBC 返款因油价上涨而对车主带来的影响。个人车主将获得一次性110加元的油价支出补贴，商业司机将获得165加元。总共有价值3.95亿加元的返款正在分发。在某个加油站的采访中，让我们来看看司机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吧。一位司机说：“现在是时候了，油价如此之高，至少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 BC 省长表示，由于 UBC 经济学家的建议，他们选择了退款而不是直接减税，称税收减免将被零售商的价格上涨所取代。其他居民认为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消费者，我认为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ICBC 的补贴实际上与油价的成本无关。有人说，110加元的补贴只是暂时的创可贴。一位居民说，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暂时不错，但我不认为这实际上会有利于抑制天然气价格的不断上涨，特别是随着夏天的到来。另有居民说，政府应该暂缓增加目前的碳税等税收目标，保障供应，限制生产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率来进一步缓解油价的持续上涨，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国会女议员认为泽伦斯基腐败，格林认为乌克兰领导人腐败。有争议的共和党众议员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再次参与其中，这位女性不怕分享她经常不受欢迎的观点。最近，格林表示，她同意共和党众议员 Madison Cawthorn 的观点，即乌克兰现任总统泽伦斯基是腐败的。Politico 报道说，当格林被问及你同意 Madison Cawthorn 的观点，关于泽连斯基腐败，乌克兰政府腐败吗？对此，格林回答说，是的，是的，这很清楚。我为乌克兰人民感到难过，他们是我感到难过的人。格林的声明与他之前对乌克兰俄罗斯冲突的评论一致。格林的许多声明都呼应了普京关于战争的谈话要点。最近在脱口秀节目中，格林说，令我震惊的是，国会如此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向乌克兰输送14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你不得不问，这笔钱和这些美国军事装备是否落入乌克兰的内粹手中？格林并不害怕分享他的观点，这让他在社交媒体上遇到了麻烦。尽管社交媒体巨头 Twitter 多次发出警告，但他拒绝停止在该平台上传播 COVID 错误信息。因此，截至2021年1月2日，格林的个人账户被 Twitter 永久暂停。根据 Marjorie 的 Instagram 账户上的一篇文章，他对此并不满意。然而，格林的官方账户仍然活跃，因为他的个人账户被关闭了。他在给《纽约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追逐拜登政权，以限制我们的声音，并防止任何未经国家批准的信息的传播。据 CNN 等新闻媒体报道，格林目前是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共和党政治家之一。他之所以出名，不仅因为他在党内有最极端的想法，还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强的影响力，并被众多选民视为名人。东航坠机事故的疑问。东航客机坠毁事故处置已进入第6天。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已举行多场新闻发布会，就公众一些关切和疑问给出了解释和回应。关于飞机是否达到适航要求，失事飞机投入使用6年多，机龄并不长。如果用人来比拟的话，这架飞机属于年富力强的阶段。飞机维修一直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实施，技术状况稳定正常。起飞前，飞机符合维修放行标准和适航要求，正常放行。关于当天航路天气是否适合飞行，飞机失事时，航路上天气适航，无危险天气。关于航空公司是否压缩维修成本，
东航集团即使在疫情期间航班量减少的情况下，为确保安全，维修成本也没有降低，实际上还有所增加。2021年维修成本比2019年上升了12%，相关数据都是公开和有据可查的。关于驾驶员是否经验不足，该航班3位飞行员飞行执照和健康证都在有效期内，健康状况良好，飞行经历完备，符合局方要求。3人飞行总经历时间分别为6709小时、31769小时、556小时。关于失事客机是否曾挂出7500紧急代码，航班失联前，通信一直是正常的，机组没有挂出任何紧急代码。根据机组与空管单位地空通话记录，该机自昆明起飞，一直到航路上突然下降高度之前，机组与空管单位均保持正常的通信联系。关于机头是否垂直向下砸向地面，针对目前网上传播的飞机最后机头垂直向下砸向地面的视频，由于航空器事故调查是专业性和系统性极强的技术工作，需要调查人员与技术专家以及相关单位协同配合，才能抽丝剥茧，理清事实。关于事故现场是否检出炸药成分，理化实验室累计受理66份检材，完成检验41份，均没有检出常见无机炸药的主要离子成分，也没有检出常见有机炸药成分。关于旅客名单信息是否会公开，所有航班的旅客名单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的范畴。东航已经第一时间向调查组提供了完整的旅客名单，也已经在事发后24小时内与所有的旅客家属取得了联系，同时充分尊重旅客隐私和家属的意愿，并且符合法律的规定。关于事故调查何时会有结论？对于23日下午发现的第一部黑匣子驾驶舱话音记录器何时修复，并给出相关数据。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民航局应当在事故发生后30天内向国际民航组织递交初步调查报告。调查组将根据上述国内规章和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美国不应该升级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喜剧演员凯蒂·哈尔珀 （Katie Halper） 在 Hill TV 的崛起节目中说，他认为美国正在通过武装乌克兰军队来升级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据报道，这些部队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了新纳粹亚速营的支持。他说，支持乌克兰军队可能会让美国政府手上沾满鲜血。哈尔珀说，我只是认为这是我们在美国历史上经常看到的东西，我们武装了某一方，那这一方被称为温和的叛乱分子，然后这些人最终武装起来并控制了整个局势。我认为这只是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升级这场冲突。他补充说道，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帮助乌克兰人保护自己家园，这是一件防御性的事情。但他们不会打败俄罗斯，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延长这一痛苦的时间。美国政府现在所做的只是使这种情况进一步升级，而且有很多次我们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的。因此，在这场冲突中，美国政府的手上沾有很多人的鲜血。据报道，亚速营是乌克兰军队中的一支军事单位，由许多新纳粹支持者和同情者组成。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最近受到抨击，因为它允许用户对该组织的赞扬。此前，它已被 Facebook 列为危险个人和组织而禁止。哈尔珀说，虽然大多数乌克兰人不支持这种极右翼团体，但美国政府对于其提供支持，这就是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他说，这是对新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分子真正的洗白，他们不是乌克兰抵抗运动的大多数。但他们很重要，他们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利，这往往是非常激进的团体所处的状况。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